中考结束那晚，我正和老公商量带龙凤胎去哪旅游放松。他忽然盯着我，冷冷地说：“我们离婚吧，2个孩子归我，财产一人一半。”我脑子嗡的一声，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，胸口猛地一酸，眼泪瞬间涌了上来。就在我快哭出来的时候，儿子女儿推门回来了。他们表情平静，动作自然，好像早就预料到这一幕。女儿默默坐到我身边，轻轻握住我的手。儿子站在我和女儿前面，语气平淡地对她说：“行，离吧。我和妹妹跟妈，你付双份抚养费，婚内财产我妈拿3/4。”他把2个孩子叫进书房。我从震惊中缓过神，赶紧追过去。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陆连成不耐烦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：“陆锦，陆瑜，我说最后一次，苏怡就是个没用的家庭主妇，对你们一点用都没有。”儿子语气很淡：“我和妹妹有老师教，能自己照顾自己，以后靠学历吃饭，不需要谁帮。”女儿也开口了，声音还是那么乖：“爸，我们也是替你考虑，你那个小助理肚子都那么大了，我们俩搬过去，怕影响他养胎。”亲生女儿当面揭穿他出轨，还搞出私生子，陆连成脸上挂不住了，吼声一下子低了下去。我站在门外，心痛的耳朵发麻，后面的话一句也听不清。书房门再打开时，我已经满脸是泪。陆连成走出来，看到我这副模样，眼神微微闪了一下。他压低声音说：“说到底是我对不起你，陆锦和陆瑜的抚养权归你吧，婚内3/4的财产也给你，但咱们名下那家公司的股权必须对半分。”我吸了吸鼻子，强忍着情绪让自己冷静下来。理智告诉我，这已经是目前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。可心里那股巨大的悲痛还是堵得我说不出话。股权直接换成现金吧。儿子陆锦突然插话：“妈又不懂公司运营，拿着股权除了变现也没别的用。”女儿陆瑜也跟着说：“毕竟是一家人，卖给外人还不如卖给爸。您手里的股份多了，在公司说话也更硬气。等以后公司上市，还能翻好几倍呢。”我愣愣地看着2个孩子。公司股权不只是钱，更是话语权。他们把股权让给陆连成，明显是想帮他稳住地位。虽然选了跟我走，但血缘摆在那儿，心还是偏向他。陆连成显然也很意外，2个刚初中毕业的孩子居然能想到这些。陆锦和陆瑜一起露出乖巧的笑容：“可以吗，爸？”陆连成沉默片刻，率先移开视线，点头道：“行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8点30分，民政局见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1秒都不愿多留。想想我和他夫妻这么多年，从一穷二白打拼到现在有点成绩，我一直以为熬过风雨就能迎来安稳日子，一家人平平淡淡、恩恩爱爱的过一辈子。谁知道他早就变了心，还出轨了，甚至跟别的女人生了孩子。我简直像个傻子，活在自己幻想出来的幸福里。一睁眼，才发现眼前只有无底的深渊。我把指甲狠狠掐进掌心，尖锐的痛感不断刺醒理智，才勉强压住想叫住陆连成的冲动。妈，我饿了。就在我现在难过里出不来的时候，女儿突然扑过来抱住我撒娇，中考快把我榨干了，
我想吃顿好的，好好补一补。儿子也跟着说，对啊，妈，我也饿了。看两个孩子没被离婚这事打垮，我心里总算松了口气。抹了把眼泪，我拉起他们的手，问想吃啥？妈马上去做。儿子陆锦拽住我，语气有点委屈，妈，你婚内分到的财产加上股权变现，现在可是千万富婆了，就不能带我们出去吃顿好的？我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。以前为了陆锦和陆瑜的身体，兄妹俩的一日三餐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他们也特别爱吃，有时候做多了就让他们分给同学一点。那些孩子也喜欢得很，还特别乖的跟着我儿子女儿喊我妈妈。回想那段累但踏实的日子，好像就在昨天，可现在一切都变了样。不过为了孩子，我一定得撑住。我们仨去了城里最火的那家火锅店，店里人很多，吵吵嚷嚷，热热闹闹，混着食物的香味，我的情绪也慢慢缓过来了。想到儿子女儿接下来要面对更卷的高中3年，我小心的开口，陆锦、陆瑜，虽然爸妈离婚了，但我们对你们的爱一点都不会少。我不是圣母，也没打算替陆连城洗白，只是觉得当爹妈的就得负起责任，多为孩子想想，不能让正该阳光灿烂的他们因为大人的事变得阴沉怨恨。我怨他干啥？我要刷题，要护肤，要变女神，忙得很。女儿陆瑜把鸭肠丢进红油火锅里，数到7秒就捞出来，大口吃着，一脸无所谓。我不放心地望向陆锦，儿子咬了口青菜，笑着对我说，我也不怪他，更不在乎他。妈，你真该跟我和妹妹学学，知道吗？蒸腾的热气模糊了兄妹俩的脸。不知怎么的，我忽然觉得这2个孩子变了不少，也成熟了许多。我知道。我用力朝儿子和女儿点头，是答应他们，也是答应自己。妈，这是你最爱吃的虾滑。女儿打断我的思绪，用漏勺盛了一大堆虾滑，全倒进我面前的盘子里。不，妈妈最喜欢吃虾球。儿子也夹了2个炸虾球放我碗里。谢谢宝贝们。我夹起虾球和虾滑，一口一个，食物滑进胃里，心里好像真的没那么难受了。第2天早上天还没亮，我就睁开了眼，看到身边空荡荡的，才想起我和陆连城已经离婚了。虽然昨天有儿子女儿陪着，情绪缓和了些，可睡了一觉，难过又卷土重来，心口一阵阵发紧。我知道这样矫情挺没出息的，也明白要走的人怎么都留不住，但我不是小说里的大女主，也不是雷厉风行的女强人，我只是个普通人，一个有缺点会崩溃的家庭主妇。陆连城是我丈夫，占满了我的前半生，是我倾尽所有去爱的男人。现在他突然背叛，抽身离开，我怎么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？这时陆瑜敲了敲我的房门，妈，你醒了吗？醒了。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，起身去开门。女儿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一件漂亮的长裙。她笑盈盈地对我说，妈，这是我和我哥一起给你挑的裙子，今天你就穿这件去民政局。啊！我有点意外地看着她手里的裙子，那是一条白色长袖连衣裙，蕾丝边，收腰设计，温柔又显气质。我迟疑地问，这裙子太好看了，我能撑得起来吗？当然能。
我妈就是最漂亮的。陆瑜拉起我的手，带我走进衣帽间，搓了搓手说：快换上吧，待会儿我还要给你化妆呢。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自己不再年轻了，一直像鸵鸟一样躲着现实，不爱照镜子，也不爱打扮。看女儿这么有兴致，我不想扫她的兴，就点点头，好。等我化完妆，穿上裙子，站在镜子前时，自己都愣了一下。镜子里的女人身形丰润，仪态大方，虽然细看眼角有些皱纹，但眉眼舒展，透着岁月沉淀后的从容。我想，我也没那么老，那么难看，稍微拾掇一下，还是挺好看的。儿子站在我旁边，望着镜子里的我，眼睛亮亮的说：妈，你真好看。我眼眶一热，一把搂住两个孩子，声音有点哽：谢谢你们。女儿抱着我的腰，撒娇道：妈，你要是真想谢我们，就带我们出去玩吧。我马上就要上高中了，下次能痛快玩，得等到3年后了。我立刻答应：好，你们定地方，去哪儿都行。上午8点半，我和儿子女儿准时到了民政局门口。陆连成已经等在那儿了，他身边还站着助理王娇娇，也就是那个和他出轨的人。王娇娇微微隆起的小腹并不显眼，她站在陆连成身旁，脸上写满了得意。陆连成看到我的穿着，眼神明显亮了一下。旁边的王娇娇立刻不爽，醋意十足的拉了他一把。男人这才回过神，尴尬的收回目光。女儿陆瑜走上前，主动开口：王姨，你怎么老摸肚子啦？吃撑了？你……王娇娇脸色一沉，晃着陆连成的胳膊撒娇告状：连成，你看你女儿。陆连成刚皱起眉，准备说话，哥哥陆锦抢先一步，语气严厉地对女儿说：小瑜，你怎么回事？以前调皮有爸爸护着，现在还能这样吗？陆瑜眼眶泛红，怯生生地看向陆连成：爸，对不起，我只是开个玩笑，不是故意的，你别生气。陆连成顿了顿，忽然想起从前抱着2个孩子其乐融融的日子，他们也是被他一手宠大的，聪明又乖巧，如今说句话都要被挑刺。他随即把火气转向王娇娇，冷声呵斥：孩子还小，你跟他计较什么？出去等着。在民政局工作人员的见证下，我和陆连成递交了离婚登记申请，并签好了离婚协议书。1个月后就能正式领离婚证了。王娇娇挽着陆连成的胳膊，故意走在我们母子3人前面。她嗲声嗲气地问：亲爱的，今晚去哪儿庆祝呀？儿子懒洋洋地插嘴：王姨，市中心那家旋转餐厅不错，我爸妈结婚纪念日就去那儿。女儿也跟着搭话：郊区那家私房菜也挺好，之前我爸为了哄我妈开心，开了好久的车去给她买吃的呢。儿子想了想，对女儿说：说起来，这城里好吃的好玩的，好像爸都带妈去过了。女儿立马接话：那可不。王娇娇气得脸一阵红一阵紫，她伸手狠狠拧了陆连成一把。陆连成又疼又烦，但碍于面子不能发作，憋得脸色跟王娇娇一样难看。俩孩子装作没看见，拉着我的手，绕过他们继续往前走。女儿兴致勃勃地问：哥，这次旅游咱去哪儿？儿子琢磨了一下，笑着说：去泰国吧，那边男模多，帅的能跟国内顶流男星比一比，让妈好好开开眼。
好主意。女儿拍手叫好，或者去新西兰也行。妈这长相特别对老外胃口，说不定还能交个外国男友呢。后头的陆连成一听这话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他插嘴问：苏姨，你们真打算出国玩？我不想跟他多聊，敷衍应了一声，低头刷起手机。带孩子们出去散散心，挺好的。陆连成自言自语完，又补了句：我有个朋友开旅行社，你们可以找他。我打个招呼，路上有人照应。女儿立刻停下脚步，冲他撒娇：哇，爸爸你太棒了。儿子也客客气气地说：谢谢爸。应该的。陆连成一脸慈祥，欣慰地看着陆瑜和陆锦，完全没留意旁边的王娇娇，已经气得咬牙切齿，五官变形。最后我还是带着俩孩子通过陆连成朋友的旅行社出了国。托他的福，这趟旅行体验相当不错。我们去了好几个国家，还有专人导游和随行翻译，吃住行各方面全都安排得妥妥帖帖。女儿拽着我在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里拍照，悄悄凑近耳边说：有便宜不占是傻子，爸愿意掏钱，咱就放开了花。妹妹说的没错。不远处的儿子正摆弄相机，一边笑一边朝我们挥手：来，看这边 ，smile。女儿拉着我的手，对着镜头比了个耶，动作虽然老土，可脸上的笑容却格外新鲜，就像我离婚后的新生活一样。后来我和俩孩子穿上汉服，在时代广场打卡留影，又跑去俄罗斯开真坦克，用实弹打靶。看着子弹穿透的人形靶板，我慢慢懂了。孩子们嘴上说是去玩，其实是想让我换个心情。回想自己这半辈子，挑男人的眼光不咋地，但养的孩子却懂事又暖心。我真的好爱他们。旅行回来后，我想找点事情做。陆连成公司那笔股权套现的1000万已经到账，婚内财产的3/4，过阵子也会转给我。但我不想光靠吃老本，琢磨着也该干点自己的事。试了几天后，我忽然觉得自己挺适合做个家庭主妇类的账号。以前刷视频时也看过类似的，那些博主一边带娃，一边拍自己做饭的日常发到平台，只要内容做得用心，剪辑顺滑，再加点生活里的小细节，很容易吸引喜欢美食的观众。等流量起来了，还能在主页橱窗挂商品卖货。要是口才好，甚至能直播跟粉丝互动，顺便收点打赏。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儿子和女儿，他俩特别支持。他们说：妈，只要你开心，干啥都行。在儿子和女儿的鼓励下，我发布了人生第1个红烧肉视频。虽然没一下子爆红，但播放量还不错，也收获了一些评论。我清楚很多事情不可能一上来就成功，所以早就做好了长期坚持的打算。就这样，日子过得既充实又飞快。没想到，眼看就要去领离婚证了，陆连成却突然找上门，说他不想离婚了。要是这事发生在1个月前，我心里可能还会有点解气，有点高兴，甚至有点庆幸。但现在，我的心思全放在孩子和自己的事业上，反而对他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感到反感。我问他为什么？陆连成搓着手，眼珠子转了好几圈，才勉强挤出一副悔过的表情。苏姨，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发现自己还是放不下你，
也放不下孩子，放不下。从孩子刚上初一开始，他就天天加班出差。我偶尔打电话问一句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他就嫌我烦，说我咄咄逼人，不懂情调。后来干脆有了别人，毫不犹豫地提出离婚。现在倒突然放不下了。我宁可相信母猪能上树，也不信他这套说辞。见我没吭声，他赶紧接着说：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想回家好好过日子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冷冷地反问：知道错了，我就非得原谅你吗？你想回来，可我不想要你了。就连儿子女儿，他们也不想再要你了。听完这话，陆连成愣在原地好一会儿，最后什么也没说，灰溜溜的走了。但我总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。当初陆连成宁愿分给我3/4的婚内财产和1半的股权，也要跟我离婚。现在居然说要复合，那王娇娇怎么办？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，陆连成就这么不管了？肯定出什么事了。我动用了以前攒下的人脉查了查，果然挖出了真相。原来陆连成的公司最近摊上大事了。前阵子王娇娇仗着自己怀了他的孩子，整天以总经理夫人自居，插手公司事务。员工们被他搞得苦不堪言，好几个骨干直接辞职走人。不光是内部管理乱成一锅粥，外部合作也被他搅得天翻地覆。他自作主张换了新供货商，还吹嘘说给公司省了5%的成本。结果陆连成还没来得及夸他，就发现那些零件全是次品，根本没法用。这下好了，整批货全报废，钱也打了水漂。陆连成只能紧急另找供应商，因为缺零件，工厂停工，没法按时交货，还得赔一大笔违约金。几轮折腾下来，陆连成累得半死，公司却严重亏损。本来再努把力，几年内还能争取上市，现在彻底没戏了。而我当初高价卖给他的那部分股权，如今价值只剩原来的1半。他急得上火，在全体员工面前跟王娇娇大吵一架，还动手推了他。王娇娇躲闪不及，摔倒在地，当场见红，被送进医院。现在还在保胎，孩子能不能保住还不知道。陆连成焦头烂额，根本顾不上他，反而盯上了我手里的钱，这才跑回来求复合。儿子和女儿不知从哪儿听说了这事，反应很冷淡，只对我说：别耽误你们离婚就行。2个孩子确实有先见之明，到了领离婚证那天，陆连成果然没出现。我打他电话，想了很久才接。陆连成语气里满是失望：苏怡，你真要做得这么绝？我冷笑：当初你干的那些事可比我狠多了。陆连成支吾了几句，心虚的说不出话。我没再客气，直接警告：你们公司口碑本来就不行，要是你想让他彻底崩盘，我不介意以受害前妻的身份再推一把。陆连成最后还是认了怂。半小时后，他急匆匆赶了过来。这次他没带王娇娇，男人还穿着上次那套西装，领口和袖口已经皱巴巴的，还沾着污渍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胡子也没刮，整个人又颓又邋遢。我没吭声，转身先进了民政局。陆连成低着头，慢吞吞地跟了进来。终于，离婚证到手。我站在民政局门口，微风吹在脸上，阳光照下来，暖得让人想哭。
陆连成拉住我，语气软了下来，苏姨，咱俩聊聊吧，一起吃个饭。见过他甩脸走人时有多狠，现在就算他装的再低声下气，我也掀不起半点情绪。但我知道，如果今天不说清楚，他还会缠上来，所以我勉强点了头。陆连成原本想带我去我们以前最爱的那家餐厅，可跟他坐一桌，再好吃的东西也咽不下去。于是我随便选了家民政局附近的餐馆坐了下来，把点好的菜单递给服务员后，包间里就剩我们俩。陆连成刚抿了口水，桌上的手机就震动起来。他瞥了眼来电显示，直接挂掉。没过几秒，电话又响了，他干脆把那个号码拉进了黑名单。做完这些，他抬头看我，食指、中指和拇指的指尖无意识地轻轻搓着。我和陆连成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清楚他一有这小动作，就是在心里打什么主意。我不想绕弯子，直接说，有事就直说吧。陆连成清了清嗓子，终于开口，本来今天该把答应你的那3/4婚内财产转给你，但公司最近出了点状况，能不能缓几天？还有，你高价卖掉股权，手里应该还有1000多万吧？能不能先借我周转一下？苏姨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现在开口借钱确实不合适，可毕竟夫妻一场，咱们3/4的婚内财产可以延期。我打断他那套又长又假的煽情话，接着说，但得按市场利率算利息。至于卖股权那1000万，我可以借你一半。我最近在短视频平台流量涨了不少，加上带货和直播收入，养活自己和2个孩子完全没问题。那些钱放银行，利息还不如借给他划算。再说，陆连成终究是孩子的亲爸，他要是赚了钱，将来走了，孩子们也能继承。所以不管从哪方面看，我都愿意帮他一把。陆连成愣住了，他大概以为我会趁机逼他跟王娇娇分手，或者像个怨妇一样冷嘲热讽，甚至故意刁难他。可我一个都没做，我只是淡淡的答应了他的请求，公事公办的开口要利息。这个男人似乎直到现在才真正明白，我是真的放下了。陆连成脸色灰暗，眼里浮起一丝失落和酸楚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抿了抿嘴，点头说，行，我让秘书起草协议，尽快给你送过去。苏姨，你变了很多，以前……打住！我直接打断了陆连成的怀旧话。他大概还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值得怀念的过往，可他不知道，从他出轨那天起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成了裹着粪的巧克力。表面看着还行，咬一口却让人反胃。我拎起包，正要走，包厢门突然被撞开，是王娇娇。她头发凌乱，脸色惨白，蓝白条纹的病号服裤子上还渗着不断扩大的血迹。王娇娇一步步走向陆连成，声音沙哑，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知道吗？孩子没保住，连子宫都切了。陆连成上下扫了他一眼，满脸不耐烦，孩子没了就没了，这是公共场合，你闹什么？赶紧出去！王娇娇一个趔趄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们的孩子没了，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。我这辈子都被你毁了，你就这么轻描淡写？陆连成，你还有没有心？我没心。陆连成冷笑，王娇娇，
别当我傻。那批出问题的零件是你前男友公司产的，你们私下联系那么频繁，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的，都得打个问号。之前我顾着脸面没揭穿你，你还真以为能靠流产这事拿捏我？王娇娇脸色一僵，眼神瞬间躲闪。她慌张地眨了眨眼，最后把视线定在我身上。是不是你？苏怡，是不是你通风报信？是不是你在背后搞鬼？陆连成立马站起来，挡在我前面，跟苏怡没关系，纸包不住火，估计是哪个看不下去的人偷偷寄给我的证据。他确实不清楚是谁寄的，但有一点他彻底明白了，王娇娇根本不是什么好人。你还护着她？行啊，刚离完婚就又黏一块了。王娇娇五官狰狞，情绪失控，裤子上的血迹越扩越大。苏怡，你这个小三真不要脸，就知道勾搭有主的男人。我盯着歇斯底里的王娇娇，只觉得荒唐。插足婚姻的人反咬原配是小三，人怎么能厚颜无耻到这种程度？闭嘴！我还没开口，陆连成先炸了。王娇娇，别给脸不要脸！当初是你用尽手段勾引我，是你自己爬上我的床，你才是那个第三者。我真是瞎了眼才会被你骗，现在工作家庭全毁了，你就是个灾星，谁碰谁倒霉。告诉你实话吧，你流产了我根本不在乎，我有亲生的儿子女儿。可你呢？等着被玩腻，孤苦伶仃过一辈子吧。吃生混账！王娇娇气得浑身发抖，你简直没人性！我不想看他们互相撕咬，转身就走。站住！苏怡，肯定是你教唆陆连成这么对我的，肯定是你！王娇娇彻底疯了，抄起桌上的叉子朝我扑来。你毁了我，谁都别想好过，今天一起死！小心！我还没反应过来，陆连成竟一个箭步冲到我前面，噗的一声，我瞳孔骤缩，看见那把闪着寒光的叉子直直扎进了陆连成的脖子，鲜血喷涌而出，溅了我满脸。替苏怡挡刀，真是个情深义重的好男人啊！那你干脆死得更彻底点！王娇娇彻底失控，竟抓起叉子，又狠狠往陆连成脖子里推进了半寸。后面的事我就记不太清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好像冲出包厢，拨打了报警和急救电话。等我缓过神来，人已经在医院了。王娇娇被警方带走，陆连成正在抢救。医生说，叉子直接刺穿了他的喉管和颈动脉，造成大出血和严重脑缺氧，恐怕很难顺利苏醒。就算醒了，也得花好几年才能恢复。公司高层听说这消息，纷纷找上门来。他们说，公司本来就在生死边缘，现在陆连成倒下，简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我早年和他一起创业，熟悉业务流程，也认识大部分合作方。他们希望我能出面，暂时接管公司。想到自己刚借给他一大笔钱，万一公司垮了，我的钱就全泡汤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将来这些都得留给儿子女儿。为了让他们以后日子过得更好，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。儿子和女儿知道陆连成住院后，来医院看过他一次，但两人脸上都没什么表情。在病房待不到10分钟，就回学校上课了。之后再也没踏进医院一步。1年后，王娇娇因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，被判7年有期徒刑。
判决没多久，昏迷中的陆连成终于醒了，可他连坐都坐不起来，得长期做康复训练。这时的我已经牢牢掌握了公司的实权，在核心团队的劝说下，陆连成签了协议，把公司正式转给了我。从那以后，我才真正成了这家公司的掌舵人。同时，我运营的短视频账号也攒下了几十万粉丝。因为工作太忙，儿子女儿就帮我一起打理，两人还各自开了自己的账号，也都涨到了10几万粉，生活费都不用我出。这天，高2期末考试刚结束，儿子女儿一起来公司接我下班。我问他们这次考得怎么样？儿子推了推金丝边眼镜，语气平淡，还行吧，估计能进年级前10。我哥就是嘴上谦虚，女儿还是那么活泼，挽着我的胳膊，蹦蹦跳跳地说，从上高中起，她哪次不是稳居年级前3？我笑着揉了揉女儿的头发，那我家宝贝呢？你考得咋样？女儿得意地扬起小脸，您放心，虽然比不上我哥，但一本线肯定稳过。这么厉害？那妈妈今天带你们吃顿好的。谢谢妈妈，妈妈最好了，你们才是最棒的宝贝。看着眼前漂亮开朗的女儿和帅气沉稳的儿子，我由衷的笑了。2个孩子真的像我当初取名时希望的那样，怀瑾握鱼，家言一行，成长的阳光又出色。有这样一对儿女，我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顺心。妹妹番外，上辈子爸爸就在这个时候跟妈妈提了离婚，他还跟我还有龙凤胎哥哥打包票，说不会像妈妈那样整天管着我们，会给我们自由，还会让我们过上好日子。妈妈天天和我们待在一起，总爱唠叨，管这管那。而爸爸呢，1个月都难得回1次家，偶尔回来就给我和哥哥带点礼物。刚好那会儿我们正处在青春期，有点叛逆，不怎么听话，就欢天喜地选了爸。可实际上，在爸那儿的日子根本没想象中那么好。王娇娇怀了孕，成天黏着我爸不撒手。爸有了新孩子，对我的关心也少了很多。他老是皱着眉头嫌弃我，女孩子就得安安分分的，整天闹腾什么？早知道就不该要你，干脆滚回你妈那儿去。王娇娇也总对哥哥冷嘲热讽，你弟弟还小，撕了你作业本和奖状又怎么了？这么小气，果然是跟你那个妈一个样。他还打着为我们好的旗号，把我和哥哥送去了偏远的寄宿学校，连生活费都不按时给。哥哥正长身体，没钱吃饭，经常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成绩从年级前列一路往下掉。我更惨，有时候连卫生巾都买不起。哥哥为了省下钱给我，有次在课堂上直接饿晕了。我们不是没跟爸反映过这些事，可他有了新老婆和新孩子，心思全在他们身上。就算知道了，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说王娇娇2句，雷声大雨点小，转头就不了了之。结果我们反而被王娇娇变本加厉的整。后来我和哥哥再也不敢告状，只能咬牙忍着饥饿和羞辱。唯一让我们俩感到安慰的是，妈妈经常来看我们。她没计较当初我和哥哥抛下她，选了爸爸，还是省吃俭用，偷偷塞钱给我和哥哥。但为了让我们爸好好养我们，她主动放弃了本该分到的1半婚内财产。所以她手头一直很紧，那些边角都卷了的纸币，一看就是他攒了好久才拿出来的。
我和哥哥心里特别愧疚，总想着以后要好好补偿妈妈。可我们还只是高中生，什么都干不了，只能盼着快点大学毕业，找到工作，好好孝顺她。可意外来得太突然。那天高二期末考完，本来该是爸爸的司机来接我们回家，结果司机中途被王娇娇叫走，陪她去逛街了。我和哥哥身上连打车的钱都没有，也没手机，只能走路回去。走到一半时，天已经黑透了，几个街头混混盯上我们，立马围了过来。他们还对我动手动脚，哥哥为了护我，被那帮人用砖头活活砸死了。我也没能逃过那一劫。我们兄妹就这样死在了那个飘雪的冬夜。在我们的葬礼上，爸爸看起来挺难过，但也只是看起来而已。间接害死我们的王娇娇装出一副温柔体贴的样子，安慰爸爸：亲爱的，别太难过了，我们的孩子也会很棒，肯定比苏怡生的那2个强多了。爸爸一听，立刻就释怀了。只有妈妈扑在我和哥哥的棺材前，放声大哭。她哭得那么撕心裂肺，那么绝望，几乎当场就要昏过去。可母亲的崩溃并没换来爸爸半点愧疚，他反而觉得丢脸。行了啊，哭2声差不多得了，看你那要死要活的样子，跟个疯子一样。王娇娇也摆出一副女主人的架势，冷嘲热讽地赶我妈走，人死了就死了，嚎什么嚎，别吓着我孩子。终于彻底失控的妈妈从那个洗得发白的旧布包里掏出一把匕首，朝爸爸和王娇娇冲了过去。她满脸是泪，嘶吼着：你们害死了我的孩子，我要你们偿命。在睁眼时，我回到了爸爸提出离婚的那个晚上，转头看向身边的龙凤胎哥哥，发现他的眼神也透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稳和沧桑。很明显，他也重生了。我们俩用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家，果然看见一脸决绝的爸爸和眼泪快掉下来的妈妈。我和哥哥只对视了一眼，就默契地分好了工。哥哥去跟爸爸谈，用那男人仅剩的一点亲情和良心，为妈妈争取最大保障，而我则做他的贴心小棉袄，抚平他心里的伤。事后，我们一边细心照顾妈妈，一边悄悄搜集王娇娇和其他男人暧昧的证据，匿名寄给陆连城，搅乱他和王娇娇的关系。这一世换我们来守护妈妈，我们发誓一定要让她成为这世上最幸福的母亲。